全球趋势，世界简报及时掌握。大家好，根据各大媒体报道整理内容精要，世界简报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世界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全天候播放。世界简报，世界精英每天必不可少的媒体。布林肯支持乌克兰的和平建议，警告中国。彭博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赞同乌克兰的和平框架，呼吁所有俄罗斯军队撤出乌克兰领土。在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莱巴 （Dmytro Kuleba） 参加的民主峰会的虚拟会议上，布林肯谈到需要警惕停火，因为停火可能只会使冲突制度化，使俄罗斯能够在可能重新开始敌对行动之前巩固领土收益。布林肯说，美国准备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他强调，如果不迫使俄罗斯从乌克兰领土撤军，乌克兰东部仍将是一个冲突地区，对更广泛的地区安全产生连锁反应。泽伦斯基总统原本有望出席虚拟峰会，但正在访问前线附近的地区。泽连斯基的和平建议有10点强调乌克兰要求俄罗斯完全撤出乌克兰领土。乌克兰外交部长表示，乌克兰政府和人民不会接受部分措施，俄罗斯必须从乌克兰的每1平方英寸领土撤出。乌克兰局势是拜登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之一，因为美国试图遏制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布林肯警告说，局势不能通过停火立即解决，并补充说，任何建议的宽容停火都表明俄罗斯可以为所欲为，国际社会不会支持乌克兰。FTX 的 Sam Bankman-Fried 被控贿赂中国官员。日经亚洲 FTX 加密货币交易所前首席执行官山姆 Sam Bankman-Fried 被美国检察官指控向中国政府官员行贿4000万美元，以解冻与其姊妹公司 Alameda Research 有关的交易账户。贿赂指控被包括在本周早些时候向曼哈顿法院提交的修订起诉书中。检方声称Bankman-Fried 授权转移资金，以便重新获得被中国当局冻结的账户。消息传出后， FTX 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股价周二下跌。分析师认为，这些指控可能会影响该交易所计划在本月晚些时候首次公开募股。苏纳克说，习近平的行动破坏了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信誉。彭博社，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 Rishi Sunak 敦促中国习近平总统利用他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影响力来结束乌克兰的冲突。苏纳克警告说，中国的行动破坏了他们作为乌克兰中立方的信誉。他指出，在习近平和普京在莫斯科会晤后，俄罗斯显然依赖中国。虽然英国政府欢迎中国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但他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上弃权的决定及其在其他地方的行动表明他不是中立的。俄罗斯称，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对印度的石油销售激增。德国之声，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 Alexander Novak 称，2014年俄罗斯对印度的石油销售增长了22倍。随着欧盟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并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后对莫斯科实施制裁，俄罗斯将石油出口转向印度和中国。诺瓦克评论说，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被重新定向到友好国家的市场，并补充说，2014年能源收入占俄罗斯联邦预算的42%。他声称，尽管面临西方制裁的挑战，俄罗斯的能源工业是可持续的。印度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被定义为沉默，
尽管美国最近在印度举行的 G20 会议上一再呼吁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但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而是呼吁通过对话降级。欧盟同意采取报复措施，对抗中国美国经济胁迫。路透社，欧盟已就反胁迫文书 ACI 达成临时协定，允许对向欧盟成员国施加不当经济压力以改变其政策的国家进行报复。ACI 旨在对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贸易的溢出效应。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和中国被指控将贸易作为政治工具。在允许台湾在那里设立事实上的大使馆后，中国还对立陶宛实施了贸易限制，这促使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挑战北京。根据新闻书，欧盟各国政府将投票决定第三国的经济措施是否构成胁迫。如果对话失败，可能会施加限制，例如提高进口关税、限制欧盟公开招标或其他措施，但整个过程可能需要长达1年的时间。报复的威胁是一种威慑。ACI 应在2023年下半年生效。愿原力与你同在，卢克。天行者如何成为乌克兰空中警报系统的声音？澳洲 ABC。由于与俄罗斯的持续冲突，乌克兰推出了空中警报应用程式作为其防空系统的一部分。该应用程式利用了马克·哈米尔的配音。马克·哈米尔已在《星球大战》系列中饰演卢克，天行者而闻名。当来袭的导弹、炸弹和致命的爆炸无人机可能从俄罗斯运来时 ，Air Alert 会警告使用者。之后，通过该应用程式，哈米尔在空中警报结束时宣布以星球大战为主题的签名，鼓励乌克兰居民将该应用程式用作预警系统。如果他们看到任何异常情况，也可以提醒其他应用程式使用者。自推出以来，已有超过1400万人下载了空中警报。演员马克·哈米尔继续筹集资金为乌克兰军方购买侦察无人机。居住在利沃夫市的居民 Bohdan Zivanek 说，他选择了哈米尔的话外音而不是乌克兰语，因为他正在努力提高英语水准，他想表达对该国的支援。哈米尔本人说，他在加利福尼亚远距离钦佩乌克兰如何在面对俄罗斯入侵的可怕情况下表现出如此坚韧。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已经持续了2年，已有9000多人死于战斗。当空袭警报响起时，该应用程式会提醒使用者，从最糟糕的日子开始，警报器和应用程式每隔几个小时就会响起，白天和黑夜。在正常情况下，该应用程式会通过每日测试提醒其1400万使用者。工会表示，马克龙需要暂停法国养老金改革。路透社，法国工会敦促总统埃马克龙暂停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自1月中旬以来，法国各地已有数千万人参加了示威和罢工，以表明他们反对马克龙的提议。根据该提议，大多数人将被要求再工作2年，直到他们64岁。抗议活动已经扩大到包括对总统的更广泛敌意。当政府绕过议会制定最终养老金法案时，公众的不满情绪增加，导致类似于马克龙第1任期黄背心运动期间的骚乱。罢工影响了运输、航空、加油站和能源部门。在最近的抗议活动中，部署了创纪录的13000名远警。来自 CGT 和 CFDT 的工会领导人提议任命调解员，以试图解决正在进行的争端。俄罗斯表示，在联合国失败后，他将继续呼吁北溪调查。路透社，
俄罗斯去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对破坏波罗的海下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的爆炸进行国际调查的努力失败了。克里姆林宫表示将继续坚持进行公正的调查，以找到罪魁祸首。莫斯科未能让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对2020年9月在瑞典和丹麦专属经济区发生的爆炸进行独立调查。该爆炸导致北溪管道破裂，并向波罗的海喷出天然气。俄罗斯抱怨说，他没有被告知这些国家和德国正在进行的调查。希腊总理呼吁5月21日举行大选。美联社。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 Kyriakos Mitsotakis 呼吁在5月21日举行大选，因为最近的火车灾难使该党在民意调查中的领先优势减少了约一半。2月底的一场造成57人死亡的车祸，使保守的新民主党的多数席位比激进左翼联盟高出4个百分点。尽管米佐塔基斯在他的领导下仍然很受欢迎，但由于国家安全部门的窃听指控以及政府未能改善铁路网络安全，米佐塔基斯的声誉受到了损害。然而，预计选举不会产生新政府。尽管米佐塔基斯自2019年以来继续执行激进左翼联盟的大部分财政政策，但新民主党采取了更降的亲商方式，旨在恢复就业和增长，目标是到2025年将非常高的失业率从去年年底的 16.8% 降至欧盟平均水准 6%。他们看起来也将比他们的前任走得更远，通过与希腊和其他巴尔干国家的协定，以及新的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使雅典成为区域经济和能源中心。推荐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观。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观一书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深入研究了他如何巩固对中国共产党、军队和经济的控制，并探讨了他所实施的制度性变革。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安排，重点关注了在中国拥有最大权力和最重要职位的26个人，为读者提供了对中国未来高层政治方向的清晰理解。该书可在亚马逊上以 Kindle 电子书和瓶装书的形式购买，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购买该书中文版的链接是 https://mzn.to/3jlzl。谢谢收看世界简报。